福生无量天尊道有慈悲，贫道贤真。今天我们继续深入解读《道德经》第14章，还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一念随喜，功德无量。我们这一章所面对的是《道德经》中最为抽象也最富哲学挑战性的一段文字。老子在此前章节中已经提出道的无形、无名、无欲等基本特征，而第14章则进一步将道的不可感知性推向极致。这一章的内容不再诉诸世俗经验中的功用价值，而是要直接面对道作为宇宙根本之源，其在感知、语言、逻辑面前的彻底超越。这章一开始就用3个并列句展开论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稀薄之不得，名曰微。在汉语的语法系统中，名词后置是非常有力量的句式结构。这里的夷、稀、微不是具体可感知的物象，而是3个分别指代视觉、听觉和触觉所无法捕捉的层次。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老子所说道的3种表现状态，或者说3种人类在面对道时所能做出的极限感知尝试。夷是指无色、平淡、不可辨识的视觉状态；稀是极其稀薄，甚至趋近于无的听觉印象；微是微妙、难以触碰的物理状态。这3者看似分别对应于感知中的3个通道，但更深层的看，它们其实构成了一种比喻，凡属经验感官的方式，终究不能接近道的本质。随后老子说，此3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这里的致诘2字，按说文解字的解释，解本意为责问，追问引申为追根究底。在这里，老子用不可致诘来指出人类无法通过分析、质询、推演来最终触及道的真意，因此他提出一个概念性的动作，混而为一。这个混字不是简单的混淆，而是指将感知世界中本来彼此独立、互不相通的3个面向，在更高的抽象层次上加以合一。这个合一不是经验层面的统一，而是本体论的整合。也就是说，道本来就不是分裂的感官所能分解的，它超越所有感官分类与知识体系，只能作为混一的存在来加以理解。这一点可以从接下来的描述中进一步理解，其上不矫，其下不昧。这里的矫是清晰明亮的意思，昧则是模糊黑暗的反面。表面上看，这句话似乎是在说道的上部不清楚，下部也不模糊，但实质上他强调的却是我们试图通过上下明暗分层等认知手段来描述道的方式是无效的，是无效的。道不在上，不在下，不在明，也不在暗，它存在于这些2元对立之外，是无法通过坐标系统来界定的存在。换句话说，道既非显现之物，也非隐藏之物，而是一种超越显现与隐藏本身的无状之状。这个概念在接下来的句子中被进一步强化。老子写道：敏敏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这个敏敏是一个极为难解的词汇，有学者认为它是延绵不断的意思，有的则解作细密纠缠，也有的解释为连续性的隐喻。在这里，我们不妨把它理解为道的特征是连绵不绝，始终处于一种流动与生发的状态。但即使如此，这样的状态也不能用名称来指称，所以不可名。名是人类试图界定与掌控世界的工具，而在道的面前，这种工具失效了。老子指出，任何试图给道命名的行为，最终都将落入务实的陷阱。更有意味的是，老子接着说，复归于无物。这句话看似是一种循环的描述，实质上却是对道运动模式的一种刻画。
所有形式、名称、经验、语言，最终都会归于无物。这个无物并非空无，也不是虚无主义意义上的不存在，而是一种形而上的终极潜能状态。它存在于一切事物生成之前，是一切可能的源泉。此时，老子才引出这一系列描述的核心定义，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这两组词，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本身就是哲学层面上的悖论。状是形状，象是影像，而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无形中感知其规律，从不可见之处洞察其存在。这种表达方式与庄子书中无后而入、无见而出的逻辑结构相近。而惚恍这两个字，更是古汉语中用来形容迷离恍惚、幽微不明的词汇。它们既指示了一种存在状态，也是一种认知状态，意味着人的意识只能勉强捕捉到存在的边缘，却永远不能直面它的核心。这种状态似是而非，若即若离，让人不禁感到困惑，却也引人沉思。而接下来的两句“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更是进一步表达了道的无形、无时、无地之特性。这句话有着明显的时间向度与空间向度。迎之意味着我们试图提前预知道的走向，找出它的开端；随之意味着我们试图紧跟其步伐，把握其发展轨迹。但无论是预见还是回溯，人都无法在时间的线上找出道的起点与终点。它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局，超越时间、空间与逻辑的三重限制。因此，老子才提出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哲学动作，即将古与今、无与有连接起来。古之道不是指古代人所知之道，而是指本源性的道，那种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前、超越时空限制的道。而今之有是指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具体万物，包括社会制度、人际关系、事物运行等现象。老子告诉我们，只有掌握古之道，才能妥善应对今之有。也就是说，只有回归最根本的原则，才能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这也是老子一贯的思维方式。越是面对变化与动荡，就越要回到本源，从根源出发，以不变应万变。那如何才能找到道的起点呢？老子最后说，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这个纪字有多层含义，它既可理解为法则、纲纪，也可理解为开端轨迹。知古始是指能够洞察宇宙本初运行之理，也就是能够触摸到道的原始面貌。那么这种人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理解了道的运行方式，并可以由此推导出它在现实中的作用逻辑。总结来看，第14章可说是《道德经》中玄之又玄的一章，其语言极度凝练，思维高度抽象，几乎完全摆脱了具象世界的引导，只保留最核心的哲学张力。他提出，道不能被视、听、博，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惚恍之境，从而奠定了整个《道德经》本体论的基础。这一章也是对后世诸如禅宗、玄学、空性思想影响深远的根源之地。但正当我们以为老子要完全沉入玄虚时，第15章的内容却陡然一转，他不再讲道的本体，而是开始描绘那些真正得道之人的具体表现。那些古代得道者，他们的风貌如何？他们的行为、气质、态度为何如此不同寻常？为什么他们显得如此难以亲近，却又令人敬畏？这一切问题都将在下一章逐一揭晓。如果说第14章是道的绝对隐微之境，那么第15章就是德的显现之端。从看不见的存在到看得见的德行，
老子正缓缓带领我们穿越一条由无而有、由玄而实的深邃路径。我们下次就从这个神秘又令人好奇的得道者之态谈起。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关注频道，我们下期再见。